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透过云的缝隙，渺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会拳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哎，张小北不是已经答应在汇泉开直播了吗？好好的，好好的，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还说现在就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姐。哎，罗老师。一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咱们汇泉的游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吗？还不是那个张小北，也不知道他跟小婷说了什么。这不，小婷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也一头雾水啊。嗨，张小北他就是个愣头青，他说什么您管他呢？而且小婷这个孩子太单纯了，听风就是雨的。我劝您啊，别让他们俩走得太近，对小婷没好处。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听小婷的口气，不像是无事生非。如果汇泉的游戏真有问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好像也没告诉小婷。那这就更不可信了，这不就是捕风捉影吗？可小婷说，张小北已经去找安妮了。张小北亲口说的。应该是吧，要不小婷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行，我知道了。这样，罗老师，这事儿呢，先别跟别人说，包括董事长那边。你也知道，现在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明白，不要动摇军心。行，那我先进去了。好。哪听说的？罗老师跟我说的，应该是张小北跟刘晓婷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婷又找到了罗老师。现在连罗老师都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行，我知道了，这些单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喂。
亲人们，欢迎收看由我为您带来的《秋秋说事》。熟悉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秋秋向来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什么人，特别不怕得罪我们江城的一些所谓大红人。没错，我今天又要来得罪人了。知道我将得罪的是谁吗？知道的家人们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刚刚弹幕里有小伙伴问我敢不敢得罪安妮。这位大活人，我早晚是要得罪一下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安妮检察官最近是风风火火，风头一时无双，只是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说他的事。我今天想聊聊的是一对沽名钓誉的姐弟。我说的就是我们安检察官的一位法律系校友，是公安局的所谓英雄警花张婉如。我说他们沽名钓誉，有些小伙伴不高兴了，说人家是英雄是烈士啊。你们别着急，让我一件一件的说给你们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张婉如的亲弟弟，那位有大名气的张小北。张小北前不久直播跳河自杀，赚足了点击率，然后又突然活蹦乱跳的出现在公众面前。后来才证明，这一切等着。老板，有刀吗？刀没有。哎，张主任，您下班啊？哎，这干嘛呢？哦，小北说他有事找我。哦，那个郭检刚才紧急通知说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啊。这小北找你，这出什么事儿了？哦，我还不知道呢，他在马路对面等我呢。哦，那行。那个半个小时的点儿啊，赶紧回来，这会你得参加。好，我快去快回啊，王主任。阿姨，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拿着跟我一样的饮料在这儿等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高高大大的，跟你买了同款的饮料，在那儿坐了一阵子，接了个电话，奇奇怪怪的就走了，就走了？说在这儿等我们，怎么就走了呢？哦，谢谢阿姨啊。好，慢走。喂，下班了吗？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怎么了？你晚上有时间没啊？来找我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想你了。啊，我一会儿开完会先去找一下小北，然后我再来找你吧。你找他干什么呀？他跟我说他有事要跟我讲，让我在这个检察院门口等他。我一下来人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你呀，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他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桀骜不驯的，也许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呢。那也不至于电话关机啊。不是，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他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赶紧开会。开完会之后晚上见。行，行，一会儿见啊。哎。
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积极落实6号检查建议。针对近期我院直接办理，还有其他各地区上报办理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案件，我呢让何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这个策略研析报告，我们统一意见以后呢，就要转给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协同部门作出协查建议。何宇，那你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目前比较高发的呀是掩饰隐瞒，其次呢就是帮信。根据最近的这个案件特点呀，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呈现了这个3化2头1隐的趋势。这3化呢，就是年轻化、组织化、链条化；两头呢，就是境内招募马前卒，实施这个前沿犯罪；境外呢，作为老巢这个引导资金回流。这1隐呢，就是犯罪这个团伙的首脑大多都隐藏在幕后。那目前查处了很多所谓的这些首脑其实都是些白手套代理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坚决铲除网络犯罪的滋生土壤，那持续提升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预防宣传咱不能停，因为呢，近期受理的一些这个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懵懂的、刚步入社会的、找工作的年轻人，这当中呢，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他们熟练地掌握一些网络的这种开发和规避的技术，这群人呢又特别容易的上当受骗、受到蛊惑、被利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安妮，你有什么建议和举措？我还没有准备好一些合适的建议和举措，但是我想就以我自己参与的案件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启示，可以吗？简单基本的归纳一下，就是从上下游全方位的斩断犯罪链条，尤其是黑灰产业链和关联犯罪。在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当中，我们都有和法院、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沟通协作。我觉得咱们作为检察官，可以提前的去介入，并且可以一起去监督，这样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但是我们对于案情的研判、案件的定性、嫌疑人的量刑建议以及证据采纳等方面，尤其可以发力。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统一办案标准。比如之前我和公安局的核对一起参与双段行动，就是精准打击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治理这个犯罪，遏制犯罪的发生。像郭景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以罪养罪。但是我们像去处理张小北、施小虎的案件时，在各大院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像杨宝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只是一时迷了眼，而我们作为检察官，绝对不能仅仅只是用法律之尺去丈量罪行，应该还是坚持要用教育、挽救、惩罚、警示相结合。最后还是要说回郭检之前说的话，这些犯罪完全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一旦遇害，那么损失便很难追回。所以以后还是要常态化的坚持预防大于打击。老邢，郭检这个6号检查建议落实研修报告，我会后立刻召开各部门会议，落实传达到位。具体的实施方案的话，我们最迟明天我报给你。好，相关部门对接要抓紧啊。专案组刚开完会，根据全年的表现，决定推荐你们2个人代表咱们院去参加全省的公诉人对抗赛。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全省10家给我拿回来。好的，郭检。行，准备去吧。
人也太恶心了，这人真是可恶。你怎么也开始讲这样的话了呀？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诉诸法律处理。我告诉你们俩啊，一会儿安妮姐回来了，谁都不能跟她说这个事儿。她要是知道了，肯定特别生气。而且，她在……韩轩，上次那个阅卷的行了，您别绷着了，我又不是没手机，没看过网上的新闻。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些只会在网上散播负面消息的害虫置气的。如果他们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但是他10分钟之前发布的新视频，你什么新视频啊？我说不出口，安妮姐，要不你自己看看吧。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自己想想，他当年说是去国外执行任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去国外镀一层金，为回国提拔做铺垫的。要没点关系的话，谁能有这机会？当年那个新闻一出，下面一片留言，都在说什么辛苦了，辛苦了。哎呀，留言的这些小年轻们，你们天天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你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为人家考虑这儿考虑那儿，我告诉你，人家一点都不辛苦，人家在国外度着假，拿着2份工资，国内国外2头吃啊。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葬在烈士陵园。姐，真棒！你先别生气啊。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当时张婉如烈士她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这还真是啊！我原本以为是网红为了博眼球，这烟雾弹啊！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哎，那条视频的发送时间是什么时候？你找张小北的时候啊。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不是姐，你先别着急，边秋秋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侵害烈士英雄名誉荣誉罪，法律不可能放过他的。你说的这些，张小北他不知道呀？哎，何路源，你马上去找小北，晚了就来不及了。姐，这什么情况啊？也不在家，打电话也不接。这最近发生一连串事情，更何况还是事关他姐姐的，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边秋秋作为学过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他必须得为这个歪曲事实的行为来买单。不只是婉柔师姐，任何人民英雄烈士都不允许有任何诋毁和诽谤。但我就好奇啊，他发的这个事情的案件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这儿排查过了，没有人泄密，也没有人跟边秋秋有任何交集。我估计他知道这些信息，应该是通过2个渠道，一个是他上网看过当时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他认识老 A 这个案子里头我们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是小北，小北发来的信息。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你打电话试试。关机啊。哟，核对。谢谢您没进去啊，要不然奶奶看着你病情又得加重。老人怎么了？到这季节了，就得去医院调理调理。我就是怕我一进去，老人也得问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呢？谢谢核对。您找我是？小伟说他要出去散散心，把手机都关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行。忙去。哎呀，你先回家吧，别管了，回头再说。走了。
我哪能知道啊？北哥去哪儿，不也得先跟您汇报吗？他更信任您，还有那个安妮检察官。没说实话吧？我哪敢啊？这我进去找奶。别！我真不知道。您要没别的事儿，我还得帮奶奶收拾东西。那我就先去吧。等一下，过来。我不能收核对。拿着。赶快去吧。谢谢核对。你就是边秋秋是吧？你们是我粉丝？边秋秋，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案接受调查。凭什么传唤我？没看见罪名吗？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张婉如同志的事儿知道吧？简单的说，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真正的兵不血刃并不需要武器，一双手一张嘴，完全可以杀人了。我告诉你。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你要为你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带走。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谁呀？安妮姐，是我。你快进来，快进来！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了？姐，我……你进去，先进去说。走。你怎么全身都湿了？你坐，我去给你拿条毛巾啊。来，你赶紧坐着，擦一擦。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搞的呀？这几天都去哪儿了？我被几个蒙面人给绑架了。当时我找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陌生号码的电话，跟我说知道我姐去世的真正内幕，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让我去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碰面，结果就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人给打了。这全身都湿成这样，又做回老本行，从河里游回来的吧？要我说你们是专业的，我说两句你就能猜个8九不离10。哎呦，吓死人了！你这人没事就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吓个半死啊？这都第几回了？我给你倒点水。哎，不是，你手机去哪儿了呀？你怎么不报警呢？你或者第一时间联系我也行啊。当时没敢报警，我想着先跟你说，咱们从长计议嘛。先喝口水，我给何洛云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他让我们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事情。哎，哥，事情是这样的。
停下！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别跑！走！你他妈是个废物啊！啊，连个人都看不住，人跳河里了，水这么急，我怎么追啊？长航你也给老子追！妈，老子还不干了！走。常让你休息了。没有，他人呢？在里边坐着呢。你说你才消停几天，你就别哥，没事吧？没事。你知道你安妮姐多担心你吗？错了。你还能跑出来，还行，还对得起你这公安家属的身份。你说说吧，那3个人什么特征？高矮胖瘦？那3个人，那你上车前，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或者你有没有看清楚车牌？没车牌，就是一辆面包车，走的山路嘛，这一路颠得我晕头转向。你说这些不相当于没说吗？你得多提供线索呀。你比如说，是不是他们3人里头有谁说话声音比较特别，或者谁有纹身特别的图案？我想起来了，他们仨里边有一个人脖子后面有那个长条疤痕。啊，没了。别的我是真没看见呀。要不先别那么着急想，反正人都回来了，之后几天再慢慢回忆吧。哎，你那天在检察院门口说要有事儿找我，是什么事儿啊？我发现汇权游戏有问题，有大问题。根据游戏设置的原因，如果你想要快速的通关，你多少得花点钱充值，然后你才能提升相关技能、升级装备、破解隐藏任务嘛。结果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网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就纳了闷了，怎么就这么神呢？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我就用李大南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结果没多久，李大南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哎，北哥，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这怎么会啊？你看，哦，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啊？那我想着一次是凑巧，2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这点敏感性我还是有的。我就跟网吧里面几个吧友借他们身份信息，我注册了一堆新号。哎，小北哥，我收到短信了。行，知道了。哎，小北哥，我这也收到了。好嘞，兄弟。小北哥，我也收到了，谢了，兄弟。北哥，真让你给说中了。我就说他是有问题吧。大南，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行。这次我就玩不同的选项、不同角色，我打不同的任务。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充过钱的号里面，大部分的都收到过网贷广告，但也有没收到过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在游戏里面的什么操作或者选项有关系？但也就因为这个，我就发现了汇权游戏绝对有问题。绕来绕去，又绕回汇权了。
这样，小北，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武断的判断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你呢，也是进步了不少，比起之前那种冲动的行为，你现在这种意识，挺好，值得表扬。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交给我跟核对吧，我们一起去解决。你呢，就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放心吧。天都快亮了，这样吧，你就在这休息吧，我去把你的衣服给你洗了。不是，他又不是小孩，你俩孤男寡女的，你让他在你这儿，你跟我走，去我那儿吧。我不跟你走，你一单身汉，你们家现在什么环境什么味儿，我马上能脑补出来。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走，姐，我走。啊？我走。你早点休息啊。行。安妮姐，啊，你干嘛去了？我听郭检说，边秋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8部正在准备对其启动公益诉讼。但是根据现在审讯的情况来看，边秋秋这起案件应该不是普通的案件，背后应该还有策划者和指使者。我准备去提审他。今天的提审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都要看看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非得跟咱们对着干。到时候姐，你这接二连三的工作，身体受得了吗？这都不是事儿啊。我这本来以为把钱天心从 F 国带回来就没什么事儿，可最近发生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越来越蹊跷了。想想宛如姐这个事儿，放心吧，韩轩，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是现在边秋秋这个案件已经不单单只是指向侵害英雄烈士名誉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跟723专案背后的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最近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他越坐不住，他就会越疯狂，他越疯狂，就代表我们离他越近。行了，走吧。我们都知道你在第8检察部交代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天，我强忍着愤怒看完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视频和文章，我也仔细的查阅了公安机关采集的你在弹幕、评论区、私信与他人互动的所有案卷资料。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奇怪，当年张婉如牺牲的过程，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而你却言之凿凿地说她是被车撞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跑到我车上来，有个女警察，我老板看她非常不爽，我们出钱，你替我扒一扒她，顺便再给我网暴一下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敢做吗？大哥，您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人，有我们独特的媒体观点，不搞网暴这一套的。唉，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吗？规矩我懂。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得对我的内容负责。再说了，这种事儿我以前也没干过，要不撕个撇？哼，你倒挺贪心啊！你知道现在一个币多少钱吗？3万美金。我先给你付2个，事成之后再付2个。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住了，我能上你车1次，就能上你车第2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头是真铁的话，大可以把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说出去。不会，肯定不会。我嘴最严了。您把那个女警察的资料发给我，我今儿晚上回去我就写，我一定好好写，您放心啊。张婉如，江城公安局烈士。
小北，还有呢？对了，他说是他老板看张婉如不爽，所以才这么做的。他提到了2次“我们”这个词，我猜他应该不是一个人。边秋秋那边已经招了，我们也让慧波恢复了边秋秋的私信聊天记录。你猜怎么着？果然是有人爆料的，而且这个人是通过境外虚拟币跟边秋秋做的交易，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找到 IP 账户和登录地址，应该也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做的。我看这个作案风格和钱天星那边还挺像。姐，你的要求我基本弄清楚了，你跟核对说一声，给我几天时间，我下班回去加班加点给他弄。但这能不能出结果，我可就不好说了啊。除非你让核对给龙龙下达多多靠近我的任务。核对，听到了吗？核对。对，听清楚了吧？人还是有要求的。哎，韩轩现在在测试关于张小北反应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啊，这汇泉这么大的企业，他面试的游戏，他的程序和代码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要不然这也太明显了。是啊，我们不能仅凭张小北一个人的猜测就认定是刑事犯罪，所以只能内部消化自己分析了。行，行，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啊。小龙让我回复你，靠近你没问题，岸上你没戏。啊，我别了，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提审钱天星。不是还去啊，姐？我这是长工啊，我。当初这个723案件并没有彻底查清，上级领导者一直没有归案。公安虽然怀疑过尹慧泉，但没有切实证据。那么，既然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汇泉公司，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审查越要慎重。涉及民营企业这一块，不能办出负面影响。郭姐，我高度怀疑这个人就算不是尹慧泉本人，但跟汇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怎么引导公安侦查？当初723案件所有的线索曾一度指向尹慧泉，在庭审当中，胡德旺也说这个老 A 他就是一个老男人。还有在723大案当中落网的所有罪犯交代的情况，所有的符合的条件也都指向了尹慧泉。还有钱天星的团伙跟723案件是同根同源。虽然张小北反映的情况是网络贷款没错，但是网络犯罪本来就是多点发散，他就算触及到任何一个层面，其实都不奇怪。所以我怀疑汇泉公司应该还涉及到了多项网络犯罪，再结合到之前钱天星他的那个反应，很有可能他就是在替人顶罪，他想要极力的去保全一个他想维护的人，而这个人究竟是尹慧泉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人，只有等我们查清楚慧泉的事儿才能知道。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你们继续调查，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那个雇佣边秋秋的人，一定是723案件的知情人，不管他是不是钱天心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么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事情，就很耐人寻味了。知道了。哦，对了，还有那个张小北是什么情况？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好多了，他已经知道对方现在还是把他当作报复对象，所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好多了。他是没有受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网络暴力伤害更多的人。这次的事情非常恶劣，以后绝不能再发生。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做这个普法直播了？因为最近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没能顾得过来。哎呀，这个得捡起来啊，得继续坚持下去。就今天吧，题目咱们就定成打击网络造谣，刻不容缓。好的，郭姐，我记下来。
正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们，你们好。相信大家收看直播应该也都知道，社会新闻都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每次只要一旦出现社会性新闻，那便会产生相应的谣言，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受害者。这些去炮制谣言的人，他们的核心却离不开几点：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以及伤害他们希望能够伤害到的对象。最近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一起谣言，跟我的一位学姐有关。我的这位学姐，她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她自己在境外的犯罪集团内部执行着随时都有面临生命危险的任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这些网络造谣者，却将这些谣言都架在英雄烈士的头上，对他们横加污蔑。这些谣言对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